在中国紧锣密鼓地为庆祝二战胜利80周年做准备之际，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选择此时访问二战战败国日本，随后前往印尼。我们都知道，德日是二战中两个法西斯国家，是血恶轴心。但这么敏感的时刻，他访问日本，并在日本炮轰中国，真的明智吗？这位德国外长口出狂言，说中国在台湾海峡、东海、南海的侵略性与日俱增，也对欧洲产生影响，还批评中国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同时也批评中国的稀土出口政策影响到了德国工业。那么德国有什么权利对中国说三道四呢？我看是活得不耐烦了吧。他们自己的屁股都擦不干净，还妄图对万里之外的中国说三道四啊！德国外长真是吃饱了撑的，估计这就是德国人的尿性吧。大家一定还记得那个德国前外长，也就是那位外号为360度崩船外长，对中国也是一副咄咄逼人的逼样，不知天高地厚。现在这位新外长又半斤八两，到处想当教师爷。我专门去看了一下此人的简历，律师出身，之前基本上没有外交经验，这点与德国前外长很像。有的德国网友不禁哀叹，难道德国就找不出外交人才了吗？现在咱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报道这位德国外长在日本的奇葩言论。不过我在这里呢，希望各位当他是一只小丑，这届德国政府与上届一样，不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反批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煽动地区紧张。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访日期间批评中国政府，中方指责其煽动对抗，加剧紧张局势。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近期涉华言论，中方指出其言论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相关提问时，严正警告有关方面不得煽动对抗，拱火浇油。瓦德富尔周日启程访问日本和印尼前，指责中国在台湾海峡及东海、南海日趋强硬的行动姿态。在与日本外相盐田武司的东京会晤中，德方代表更接连提及多项敏感议题。瓦德富尔批评中国支持俄罗斯，他指责中国政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同时仍是其北方邻国，也就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油气客户之一。瓦德富尔批评称，中国领导层还屡次威胁要单方面改变南海、东海及台湾海峡现状，并推动边界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移动。此外，他还提及中国近期实施的出口管制，包括涉及芯片制造的稀土等，对日德企业造成的影响。瓦德富尔已于周日启程展开亚洲之行，本周一他将与日本经济大臣武藤荣次及自民党出身的前首相石破茂会晤。这位基民盟政治人物计划周二参观大阪世博会后，于周三按计划继续前往印度尼西亚。预计该部长将于周五返回德国。好的，各位，接下来我们看看德国网民评论如何，是否也跟这位德国外长一样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德国是世界军事强国，还是挟美自重，甚至挟日自重，狐假虎威。第一条评论，他所说的只是事实，中国无需为此动怒。看跟帖，德国的傲慢终将让我们自食其果。这是跟帖上面的，这与傲慢无关，他讲的本来就是事实。中国当前确实在为入侵台湾做准备，同时通过人工重岛扩张领土。下一则，这种反应在意料之中。今天早些时候，我在一篇关于访问日本的评论中就曾指出这类片面言论的问题所在。更何况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也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继续往下，遗憾的是，我们必须从俄罗斯发动的可怕战争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已然回归。再往下，照这个逻辑来看，中国领导层在这方面确实不太擅长。如果德国外长指出中国与日俱增的侵略性，那么制造冲突的并非是他，而是中国自身。各位网友，
前面看了一般都是对中国负面的声音啊，但是呢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这位网民说，德国在外交上的举止犹如大象闯入瓷器店般笨拙。再往下，有意思的是，每当俄罗斯和中国侵略邻国，或者至少是公然明确计划这么做时，总是别人的错。下一则，我不妨提点历史背景。中国曾被欧洲实质殖民化，遭鸦片倾销剥削，更累遭日本残暴侵略，甚至部分领土备战。当然，这些都是往事。但如今摆出架势指责中国更具侵略性，确实有些可笑。顺便说一句，我并非中国政治体制的粉丝，但许多国家在对华批评时，或许确实该有所保留。再往下，自从中国用激光武器攻击德国侦察机事件及支持俄罗斯的毁灭性战争以来，我们早已清楚中国对德国并无善意。菲律宾更是深有体会，尽管国际法庭已裁定中国行为非法，但菲律宾经济海域仍日日遭受侵扰。下一则，真是讽刺，众人此刻义愤填膺地指责中国维护苍白的瓦德富尔，可当前外长贝尔伯克说出完全相同的话时，你们却气得喘不过气来。德国，你完蛋了。我们再继续往下，我们真是最愚蠢的国家，一面紧抱着日渐衰落的美国不放，一面又使劲朝未来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强国腿上撒尿。看跟帖，目前美国仍是最强大的国家，因此按照自身逻辑，你的评论也站不住脚。其次，无论美国如何扮演霸凌者角色，它终究是民主国家，这点中国无法企及。再往下，日德外交关系中难道就没有需要澄清、商讨、改进之处了吗？难道任何外交政策都是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行动构想？所谓中国日益加剧的侵略行径，我们看了多少年了？可自从美国定期发动战争游戏后，德国绿党和联盟党也急着乖乖跟风。当然，还有德国国防部长动不动就派艘战舰去南海那儿转悠，连现实的外交形象都无法接受，这就是德国人新的傲慢。下一则，为什么这几年来德国总是擅自对别国指手画脚，一边厚颜无耻地要求中国不准购买俄罗斯能源，一边又强迫他们必须出售稀土？瓦德富尔之流骨子里分明还是贝尔伯克的做派，简直太可怕了。再往下，独裁政体的典型做派，当有人指出事实，这个自豪的国度或其官僚阶层便觉得受到冒犯，随即开始撒泼打滚，厚颜无耻地倒打一耙。再往下，瓦德富尔似乎正在步贝尔伯克的后尘，这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言绝不是什么好兆头。下一则，与中国交好只会让德国的技术转移到中国，而中国也在积极吸引剩余的产业，但这并没有促成任何形式的和解，也没有阻止中国像校园恶霸一样肆意妄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被打了还得笑脸相迎，那外交还有什么意义呢？中国不是任何人的伙伴，你可以这么说，中国的邻国会欢迎其他国家也看清这点，这也可以被视为外交手段。继续往下，当然不能对这个政权的职业愤青们有别的期待。关于中国，瓦德富尔所言句句属实。或许有人会指责这位部长笨拙，但正是在日本，人们肯定会乐见德国也敢对中国进行批评。再往下，我认为中国政府有权自行决定从谁那里购买商品，以及向谁出售商品，这也涉及石油、天然气和稀土等原材料。咱们看跟帖，德国当然也有权终于对问题国家的贸易持批判态度，并指出其中潜藏的紧张局势风险。通过购买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宝贵资源，我们本质上也在资助全球的威权政权。中国对民主诉求毫无兴趣，却对不稳定政权情有独钟。
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再往下，若论挑衅者，正是那个工农的社会主义天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他们占领南海岛屿以建立军事基地，更不用说对西藏和新疆的占领了。下一则，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其军事动作日益频繁，包括海空域侵犯他国边界、填海造地获取新领土、建立海上新军事基地等。坊间传说中国将在2027年前做好军事入侵台湾的准备。再往下，瓦德富尔在外交政策上行事荒谬，对以色列极尽阿护，按德国典型作风，提前泄露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还突然给中国当头一棒。我倒不是反对明确表态，但请务必一视同仁地针对所有应受批评的对象。下一则，中国在台湾及东海和南海的行径确实值得批评，完全可以提出讨论，但中国人向谁购买天然气和石油不关我们的事，他们的稀土销售策略也同样与我们无关。下一则，当年车臣、格鲁吉亚和叙利亚战争期间，我们德国才是俄罗斯的最大客户，那时战火离我们家门口尚远，我们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漠不关心。我们终究无法指责自己曾做过的事，因此将产业利益置于人权之上的政策永远都是错误的，迟早会自食恶果。下一则，中国公开宣称要武力吞并台湾，谁批评此举，谁就是加剧紧张局势。继续往下，德国政客正在加剧德国的风险。我们早已认识到德国政界存在危及国家安全的分子，从试图将选择党视为正常政党予以接纳的施藩，到至少本应具备外交基本素养的外长瓦德富尔，这早已不是当年的基民盟了。再往下，在日本向中国开火，这简直是极尽失礼之举。自更设之后，德国外长这一重要职务再也找不到合适人选了。下一则，瓦德富尔先生说的一点没错，中国对缓解世界各地各种危机策源地根本没有任何贡献，充其量只是一个沉默的旁观者，更多时候却是幕后受益者乃至操纵者。继续往下，由此我们得到的教训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贝尔伯克之后，我们原以为德国外交部会由具备外交能力的人执掌，但低迷态势未见终结。瓦德富尔不像战后那些能干的外长，反倒令人想起魏玛共和国的煽动者。再往下，德国自断绝与俄罗斯经济往来之日起，就使欧盟陷入对美国单边依赖的困境。当前关税灾难正是其体现。这位精明的外交部长竟无计可施，偏要在此刻与中国交恶。下一则，这再次暴露出双重标准。德国外交一边站在将中国视为对手的美国身旁，为他国利益代言，一边又在别处奉行国家理性，甚至对北约成员兼经济伙伴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政权视而不见。再往下，西方的阴谋伎俩早已人尽皆知，任何持不同立场者都会遭到西方抹黑。德国为何总要对别国事务横加干涉？我们自家门前的垃圾还扫不完呢。下一则，瓦德富尔先生的言论恐怕是想讨好特朗普，奉行你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信条，这简直是步贝尔伯克女士的后尘。亚洲人的做法可比这有建设性得多。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正值中国人民庆祝二战胜利暨日本投降80周年之际，瓦德富尔却访问日本，并称其为顶级合作伙伴，这时机选得实在不合时宜。德国知识点评，这是所有评论中最理性的一条评论。刚才大家也看见了，至少超过一半甚至70%左右的评论都是敌视中国的，只有少数评论还算中肯，能站在理性的角度看待中国。确实，
德国外长此时前往日本，而且还在日本莫名其妙地炮轰中国，与死不承认甚至篡改历史的日本沆瀣一气，只能让中国人对德国产生更大的恶感。二战时候德日是血恶轴心，难道80年后依旧还是血恶轴心吗？看来德国总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